时候就想，就算堕入地狱，永世不出，也不能听下去。爹，你跟我说，你娘原谅我了。那我可怜你。爹，爹，爹，你要是不愿意在这儿待，你也下山去吧。爹，我们一起下山吧。您不用在乎这些事儿。爹，您看。你和我，咱不是好好的吗？姓古的那个混蛋和那疯婆子，咱们根本就不认识呀。他就是一个宁古塔的流放犯，一个重产的泥腿子。您是李百万呀，您是爹。您是富甲天下的经商魁首，您是朝廷倚重的红顶子的商人，爹，您把这些都忘了，您就是我一个人的爹，行吗，爹？咱们下山吧。欲知为甚，岂可猜乎？我不让你跟这姓古的交往，你明白什么意思了吧？孩子，你聪明是聪明，好胜心太强了。我留下的这些家产，足够你富裕一生。不要做生意，回京师去，随便干点什么都行。爹，您是让我自个儿回去？我现在没有力气迈出这个门了。来到这里，在这个时候，
是天意。我会死在这儿，世世轮回，连城底间的你吧。还债、补偿、赎罪。当年在课场上害我的人，是你。知道你来京师了，担心你要是真考上，那出戏就唱不下去了。你就是觉得我争不过顾平南，你小瞧我。我跟您打个赌，我跟他在生意场上公平的对打。等我把他踩在脚底下，让他一家人都消失的时候，我来接你。大人，我来跟你做个生意。我就是一小商人，哪敢和您做生意？您这是说玩笑话。是我开你的玩笑啊，还是你开我的玩笑啊？我听说你爹归隐出家了，现在你做主。这样吧，你们家在盐场上花了多少钱？2江如数赔给你，你回京城吧。大人，当初是您请我们来的，这票号也是你请我们李家开的。李家在2江地面上投了这么多的钱，你一句回去吧，我们就得乖乖的回去吗？李家的生意也不全是自己个儿的，要想动，您也得先问问旁人。少拿这些大帽子吓唬我。不错，我知道你们李家有6王爷的股本，但是涉及2江民生、朝廷赋税，就是王爷在这儿，我怕他也保不了你。哦，我再提醒你一句，我请的是你爹，可不是你这个小东西。树倒猢狲散，没了你爹，6王爷还能护着你吗？至于2江的生意嘛，跟你们李家没什么关系。
既然你爹归隐了，你也就回去吧。啊，好，对了，这套《四库全书》送给你，回去好好的读书明理，什么时候知道怎么做人了，再出来啊。听明白了没有啊？大人，那照您这么说，之前的赌约都不作数了。你还真以为你会赢啊？要不你来看看账？那是因为有你们两江总督府在背后撑着古平原。隐案专卖，那是已经过时的制度。现在还说什么私盐不私盐的话？你要不服也没关系，马上就到了赌赛之期了。你要是输了，就赶紧走吧。啊，别忘了把股权给我留下，别在这丢人。大人回府。这个李沁啊，是越来越不像话了。他居然派人到我的盐铺来挖人，而且已经挖走了几个干熟的伙计，说是给的钱高出1倍。你说天底下哪有这么做生意的？就没这么干的。我这里边得楚老伯，现在全国最大的产盐区都有哪几个？全国最大的产盐区有5个：长芦盐区，在乐亭、唐海和塘沽等县区；奉天盐区，那是关外最大的产盐地，但是交通不太方便；还有就是莱州湾产盐区，在山东沿海，那是当年姜太公的封地，也是当年武王灭商之后的齐国旧地；还有就是咱们两淮的盐区。再有就是四川富顺的井盐区，我们铺子现在卖的这个盐，就是两淮和井盐掺在一起的。要是论起味道来，井盐那是略胜一筹。其实我现在有一些不算成熟的想法，还请各位前辈多多教我。我在想啊，人吃盐总得有个量吧，总不能说1日3餐以盐为食。咱们现在的盐铺已经够多了，多开一间，无非多分走一些利润，实在不是明智之举，不值得这样做。问题是姓李的都已经打上门来了，他仗着资金雄厚，你开1家，他在你旁边开2家，这便如何是好？难道还要降价吗？打价格战那也是无奈之举，再打下去的话，大家都得赔个干干净净，那就不叫做生意。那纯粹是赌气。况且，我也拼不了多久了。哎呀，弄着了。哎呀，没事儿，娘，再让你儿子给我买就行。玉儿，我来吧。娘还是不肯喝。娘儿，我托人从江宁府给你带了鹅油膏回来，咱们先喝药，喝完药吃膏。我又不是小孩子，你何须哄我？你心里要有什么不痛快，就说与我听。但是这药咱得喝呀。娜娜，扶我起来，让我坐一会儿。来。脸色怎么那么差？你傻了？最近事儿太多了，老二骂我了，说我就不应该带你从家里出来，这样反而是害了你。我想想，他说的也有道理。当年要不是我执意上京赶考，根本不会发生这么多事儿。你做得了主吗？
也没有哪个神仙告诉我们啊，到底应该怎么做。我要是知道他一去不回了，那我当初不该让他去，不就没事儿了吗？那现在说这些不是没用了吗？这都是命。就算真的有命这个东西，我也要和他争一争。娘啊，您可得好好的活着，将来还要等着抱孙子、抱孙女，还有好长好长的以后呢。你可不能撒手啊！你跟我说句实话，是不是希望那个人回来看看你？如果是的话，你甭管我心里怎么想，我可以去求他，我可以去给他下跪，去给他磕头，只要你开心，我怎么样都可以。要他回来做什么？我就是这一辈子，我心里面老记挂着一件事情。我不知道他是死是活，他死在哪里？他的尸骨有没有被风吹着、雨淋着？结果你也看见了，人家活得好好的，连信都改了。我这不是被人开了一个大玩笑吗？老大，我这口气吐出来了，我心里面也空落落的了。要是治不好的，就让我这样待着。不行，你不能这么想。那个人改了姓，他连姓也改了。你要等的那个人，在去赶考的路上已经死了，他现在就是一个死人，但我们还好好的活着呢。我们不能让一个死人欺负到头上来吧？是不是？老二，哎，你跟我叫哪门子劲呢？这2天帮我好好照顾老娘，我出趟远门。你去哪儿啊？我去趟金山寺。你是要找他回来啊，还是认贼作父啊？可惜晚了，人家有儿子。你古平原算哪个山上的猴？你以为躲起来就没事了？从前的事情看够了，以后的事情我也不想看。
孩子，别叫我孩子！你孩子在山下呢。看到你这么孝顺，我心里很欣慰。那天见到你娘，我就知道了，这个梦该醒了，这个梦装不下去了。这么说什么意思？什么都不想管了是吗？你之前如何害我的，我不想跟你计较。但如今我娘命悬一线，她连药都不肯喝了。做儿女的不知道该怎么劝她。我只希望你可以去看看她，哪怕说1、2句，让她宽心的话，好让她活下去。你娘她怎么讲？她说她终于见到你了，心愿了了，这口活人气儿提不上来了。我跟她讲什么？我该怎么讲？是啊，你好像从来没有为你曾经做过的事情而后悔过。你脸皮真够厚的。我跟我娘说，你不用等他了，他早就已经死了，早在去京城赶考的路上就已经死了。他人死了，心变了。说得好，说得好。说得好。既然如此，那我祝大师你长命百岁，早登极乐。顾施主，顾谭月，施主。怎么了？子敬，他怎么死的？服毒，他的药随身带着。是他让你来喊我的。他说给你个交代。阿弥陀佛。
哥，怎么这么晚回来啊？娘，你身子好些了？昨晚我梦见他，他站在门口，就那个门口，跟当年走的时候是一样的。背着行囊，提着跨篮，跨篮里面装着笔、墨、砚，还有我给他做的饭团。他对我说：“他说我没考上。”我跟他说：“那有什么关系啊？我们的儿子有出息了，不比你考上更让人高兴吗？”他说他累了，想去先睡一会儿。我就知道他死了，他还是后悔了。是，他后悔了。他说，他很想回来。我总算是没等错。外面的世界那么多的人色犬马，走错了一回，你还能够回来，这也是好事啊。他是怎么死的？啊，他就是那么死了，没有痛苦。这个我自然知道。你怎么了？我这些天不舒服，昨儿我去瞧大夫，今天早上我去取药的时候，他跟我说，我怀上了。哎呀，你干什么呀？你傻了，玉儿啊，你赶紧回屋去歇着，回头我身体养好了，我帮你照顾孩子啊。娘说的对，来，我扶你回去。你不用你扶，我自己能走。
你愣着干什么呀？你去问一问，是谁诊的脉？哦，那你。谢谢啊，慢走啊。老二，主驾还礼。大哥，大哥，大哥，你就别傻了。大嫂她都哭晕过好几次了，孩子要出事了怎么办呀？娘啊，我们回回龙多好啊！主驾还礼。你还没看见我娶媳妇儿呢，娘啊！我怎么不在屋子里多待一会儿？娘睡下的时候，笑眯眯的，她是睡着觉走的。老人说，这是到时候了，不痛苦，是他这辈子积攒的福报。我们做儿女的，得替他高兴。10年流离，10年奔波，都没来得及好好孝敬他。我好恨！就算我有9头牛的力气，也不能把他从阎王那儿拽回来。
知道自己要做奶奶了。这孩子来得太及时。可得给我好好的，知道吗？我不许你有病，不许你闹病闹灾的，你和孩子都不能有事。少爷，两江总督府的人派人来拜见，您是不是出面回个礼啊？不去，他们请的是老爷子，没请我来两江。六王府的人送来了丧礼，我让账房开了赏钱，用您的名义写了拜帖致谢。还有一些跟着老太爷当年的老掌柜的，想当面请教少爷几句话，少爷有没有空见？没工夫，他们要请教，让他们到地下找老爷子请教去。还有一件事，有完没完？少爷，您今儿真不能冲我嚷嚷。辞呈我已经写好了，过了头七，我回家吃牢米饭。这是您的江山，你爱怎么折腾怎么折腾。但老爷子的魂儿没走，我不能不尽点责任。我跟了他一辈子，还不想弄个有始无终。鲁东家那边，老母亲去世了，咱们是不是送个丧仪什么的？老爷子虽然做错了事儿，这个也不是我能说的，但生前他是有后悔的意思，咱们把东西送去，也算给他老人家满愿了。你倒是挺乖巧。那你觉得老爷子做错了？他要是做错了，就不该入赘到我们李家呀。他要是不入赘，我就不应该出生啊。我做错什么了？为什么让你们这么恨我呀？你还有话说？盐业工会那边，请您过去对账。对账？对什么账？当时您和股东家赌了，以半年为期，现在赌期还有1个月。我说您这边等过了头期再去。顾平原准备好把东西吐出来了。并肩登楼，一起走向头。风雪踏过山海途游，人世道险与凶，心一诺千斤重，为了向命运的捉弄。相逢间无语中，仿佛花意匆匆，半只脚共闯荡，如日初升。也曾拥凌云梦，天地必入怀中，会春秋。
见过那李子将人心渐渐冷酷。生与浊世所幸，彼此曾患难与共。是一是一，好似一场梦。相逢间暮雨中，叹浮华已匆匆。曲中人纵身闲。